大家好，我是豆皮哥，欢迎回到豆皮潮流 Real Talk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是这双三方联名，最近讨论度绝对是最高的这双三方联名，也就是我们2021年的鞋王。那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的朋友，请先订阅起来并开启小铃铛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。首先，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么得到这一双鞋子的。这一双市值有4万到4万5台币的一双鞋，我是免费拿到的。至于怎么拿到的呢？说来话长，就是在美国这边有一个文化是叫做 raffle 的名字呢是抽签的意思。这就是我怎么免费得到这双鞋的由来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好好开箱这双鞋。那这一次的三方联名 Fragment、Cactus Jack 跟 Nike 的这双 AJ1 有分高筒跟低筒，目前高筒的市价在3000到4500美金左右。那低筒的话呢，现在是在1300到1600美金左右，还是蛮高的单价。因为这双 AJ1 不管是低筒跟高筒，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三方联名。那高筒跟低筒讨论度比较高的，应该是高非常多的，就是这双低筒。虽然它是比较便宜的那一个，但是它的讨论度非常高。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看看为什么它讨论度比较高。我们一起来看看，这一次鞋盒外面有一层透明的塑胶盒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对这次的联名，它是非常用心，多了这一层塑胶盒。上面呢有 Nike 的字样，有 Fragment 的 logo， 然后还有这个 Air Jordan 的 logo。还有 Cactus Jack 跟这个 Cactus Jack 的笑脸，上一代是哭脸，这一次它是使用笑脸，对，就是这几个 logo。那在这边这个壳子的地方，它还做了一个这个小环节，所以代表你套进去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个扣子等于是扣在鞋盒上面，所以不会说很容易就脱落。所以这一块它是做的非常用心的，给它100分。但是有一点，我拿到这双鞋的时候，我的期待值非常高。但是有一个状况就是，我拍细图给大家看，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？在这个透明鞋盒上面有很多的刮痕，然后在其中，在这一面，那时候我拿的时候，它是在上面，这边还有一个叉叉，这让我觉得，哎呀，就是我期待值很高，觉得应该是要很滑顺的啊，这些为什么这么多刮痕呢？结果我去问很多朋友，他们的鞋子的盒子也都是这样，不然我原本可能还要去询问一下，寄给我这双鞋的这个人发生什么事，为什么把它弄这么糟？但是后来听到大家的鞋盒基本上都是这样子，都有这个状况，那我就不多计较了。好，那我们鞋盒的部分来看一下，这一次它是使用米白色跟蓝色的部分，去做一个鞋盒的设计。那这4面基本上都只有 Nike 的 logo， 然后在这下面有写1985 Air Jordan 1。然后在它 label 的这一边，这个鞋盒 label 这一边，它也是写 Air Jordan 1 Low OG， 所以这一双就是 Air Jordan 1 Low OG， 那基本上跟上一代的低筒是同一个鞋款。好，那我们来打开一下，这次的衬子一样是用粉色的。上一代也是用粉色的，然后这边有 Fragment，
然后 Cadillac Jack 跟 Nike， 这边还有多一个 Fragment 的 logo， 这个就是它的衬子的部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打开一下，看看实鞋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实鞋啦。那我把两只都拿出来。好的，这个就是我们实鞋的部分。这一双呢，我是11号，不是我的尺寸，所以这一双不是留给我自己的。那所以我没有把它的鞋带把它都系上去，所以我可能会放一些照片给大家看一下。那它开始的时候，等一下我拿旧款，我的第一代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是Travis Scott 的第一代第一筒，这双也是我自己的。这双我也是很幸运，也是用63块美金就入手的这一双，所以我就直接把它给穿了。但这一次不是我的尺寸，所以目前我还没有自己的这一双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先从它的鞋带来看，它的鞋带的材质做的就是很精细，不是一般的鞋带。那跟上一代一样，都是有一点是皮革制的这种很细致的一个鞋带，所以在这个细节上面，我觉得它是做得非常好。因为如果只是一般的鞋带，那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有一点跟上一代初代不同的地方是，初代所附送的鞋带是属于这种圆的鞋带，所以绑起来会是这样子。但这一次它附送的3个鞋带，蓝色、粉色、黑色，跟它最一开始的这个米白色的部分，全部都是用这一次很精细的一个材质来去做呈现，所以这一块来说，3方联名多1方联名多用心，比第一代还再用心一下，给它100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这一次低筒比高筒还要火红，而且是讨论度高非常多，根本不能相比的部分的最大重点就是它的 black toe， 它的黑鞋头的部分，黑头的部分，这一个部分就是一代，不管是高筒低筒，都是一个一代的代表性的一个颜色。那这一次高筒非常可惜，它有一个 sample 款，也是做黑头的，大家看到那一个都是真的是超级兴奋的。可是最后它的官方图出来了，它的高筒居然不是用黑头，是用白色的部分去做呈现。那这个必须说大大扣分，就是也不能说扣分，好，不是扣分，就是风格不同，所以但这个也是一个主要原因，为什么低筒的讨论度就是比高筒高非常多。那真的大家有在玩鞋子的都知道，这个黑头真的是一代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配色。那这一次的Fragment 联名的配色，这个蓝色、黑色，那就是跟我们之前出的 Air Jordan 1 High 的藤原浩闪电鞋，传说中的那一双的配色是非常像的，比较接近，所以它高筒变低筒，这个的讨论度真的是非常高。那在除了它黑头的部分，它其他是用这个皮革的地方是用属于比较平滑的质料去做一个呈现，然后只有它这个倒钩的部分，经典倒钩的部分是用荔枝皮革去做呈现。那跟第一代也是做一样的，对，只是第一代的鞋身是用麂皮的方式做呈现，这一次是用平滑的皮革去做一个呈现。
但高筒的皮革也是用粒子皮，所以这也是这一次三方联名高筒跟低筒的不同的地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鞋舌。鞋舌的部分，这边就是用蓝色的Nike logo 去做呈现。那在它鞋舌的旁边这一边，有一个小贴布 Fragment 的字眼在这边。另外一只脚，它是使用 Cactus Jack 来做一个呈现，所以这个不平衡的设计是非常酷的。那在这个不平衡设计还有一个点，在左脚的部分，这边是用 Fragment 去做鞋舌是 Fragment， 然后在它后脚跟这边就是使用 Cactus Jack， 然后还有加上它后面这一次是使用笑脸的部分，跟上一次是属于比较不是叫哭脸，就是不开心往下弯的表情做一个不一样。那很多 YouTuber 是有说这一次他赚比较多钱，所以从哭脸变成笑脸了。对，这是他们在流传的一个笑话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右脚的部分。右脚的部分，这边鞋舌的部分是 Cactus Jack， 然后在它的后面就是反映跟另外一边不同的 Air Jordan 的字样，在这个鞋跟的上面，在这下面的钢印是用 Fragment， 所以是做一个反差比。鞋舌是 Cactus Jack， 后面就是 Fragment， 那这边是 Fragment 的鞋舌是 Fragment 的话，后面就是 Cactus Jack。的这个做一个反差，所以它这种小细节的设计，我是觉得非常好。对，就是有在设计上有做用心，不是随便上一个色就出了一双这种联名款，所以这一双真的还是要给它好好的100分。Nice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鞋身的里面，这边有一排字。也是写着 Fragment Travis Scott 的一种小字样的型号。这边就是里面跟外面的不同，倒钩跟里面是正的钩。对，这就是鞋子的部分。那在里面的地方，鞋垫的地方就是一般的 Nike， 做一个 Nike Air， 没有太多特别的设计。但是在其他部分，这双鞋的整体设计是非常好的，真的还是要再给它一个好好的一个加分。然后在它鞋底的部分呢，鞋底的部分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一个正常的 Air Jordan 1的鞋底。那还有另外一点，在鞋子里面，它是有一个白色的，应该是会反光的 3M 的 Cactus Jack 的一个标记。这个很经典，我们看一下旧款，旧款也有，旧款是直接是用红色去做呈现。鞋子好脏，真的有在穿。对，好，以上就是我们这双鞋子的简单的介绍。那高筒的部分刚刚也稍微有介绍到一些，但是没有，因为我没有实鞋，所以我就不细细的介绍，因为这双还是今年的主要鞋王之一，最强三方联名。对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这双三方联名开箱的分享。大家有什么对这双鞋有什么看法呢？比较喜欢高筒呢，还是跟我一样喜欢这双低筒？有些外国的 YouTuber 在说这一双鞋非常多的假鞋出来，然后觉得假鞋做的都非常真，所以其中一个 YouTuber 就是说他不会花 resale 的 price 花这么多钱去买一双这双鞋。但是我个人的意见跟他是比较不一样的，因为这双鞋它的用心程度真的很强，而且是第一次藤原浩 Fragment 跟 Travis Scott 去做一个联名做出来的一双 AJ1， 也是用它的经典配色。所以大家对这一块有什么想法呢？是觉得说这双鞋3-4万真的太贵了，没办法下手，还是趁现在赶快下手一双
免得之后可能会飙到10万块。那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说，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。我是豆皮哥，下次见，拜拜。